冬天啊，绝对是新能源车主最为头疼的一个季节，续航打折，充电跳水，空调呢还动不动罢工。从冰窖到暖房，动辄也得半小时起步，更别说对于电车的马力大、扭矩大，放在冰面上来说啊，那就是稍有不慎啊，就会大滑失控。所以说，新能源车在冬天的体验呢，真的说不上特别的好。但是小鹏 X5 增程版呢，却有信心打破我们对于新能源车在冬季的这些刻板印象。到底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来到了零下30度的黑河，通过一系列的场地测试以及试乘试驾，看看这台小鹏 X9 到底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走吧。为了给大家展现它的性能啊，我们来到了一个专业的冰雪测试场地。第一项科目呢，难度就直接拉满。我面前呢是一个雪圆环，我们将以60的时速下呢，驾驶这台车进行一个绕圆的测试。来看看车辆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它的稳定性做的又怎么样？感觉到这个车在60的速度下，其实还挺稳的。你看我的方向没有特别多的修正，基本上是沿着我想要的一个既定的这个行驶的一个轨迹去往前在走，还是非常的稳定的。我只需要说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调整一下这个圆的大小就行了。能感觉到这个车的电机呢，它的扭矩是在实时的调配的，所以说车辆但凡有一点点需要侧倾滑动的这么一个趋势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车辆是有一股力给你拉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即使对于新手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开起来也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零百测试百灵制动是我们 Live 测试的经典测试科目了，但是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下进行0-100和百灵了，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啊。那我们就看看一脚油门到底的情况下，它的车尾到底会不会滑动起来。那刚刚通过我这个视角看出去呢，整个车它的姿态还是很稳定的。那车尾呢，其实出现了微微的滑动，当然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轮胎建立起抓地力呢是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那么在建立起抓地力以后呢，车辆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整个车的姿态还是很稳定的，笔直的往前再走，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那种车辆会左右横摆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把难度升级，来到一个对开道路，一半冰一半路的一个路面上呢，再进行一番紧急制动，小鹏 X5 表现还是否能够做到从容呢？首先我们先关闭后轮转向功能，看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在制动以后会发现车辆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移情况，整体呢是往右侧去进行了滑移，因为右侧呢是附着系数比较高的路面，车辆由于惯性呢会自然的往右侧去倾斜去移动。那接下来我们开启后轮转向功能，会发现在同样的时速下进行同样的紧急制动，整个车辆的稳定性呢是提升了非常之多。那这是因为在施动的过程中呢，后轮转向功能会对车尾进行额外的补偿和修正，让它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轨迹上。冰雪路面的爬坡呢，绝对是北方用车的一大痛点啊。那对于绝大部分车型来说呢，想要走这样的路呢，都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呢，这台车是没有开启脱控功能，来模拟一下其他车辆在碰到这种情况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以看到，在前半段没有开启功能的时候呢，它的后轮一直是在空转的进行挠地啊，非常努力的想把车辆往前行驶，但是车辆呢，它就是不听话，一直在原地打转。但是我们把功能一旦开启以后呢，会发现好像瞬间注入了灵魂，车轮的空转程度呢进一步的减小了，然后每一下转动呢都会让车辆往前行驶。哇，好冷啊！你好，小 P， 现在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当前车内为零下24度。那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天气下，我们还把所有车门打开呢？这是因为我们要做空调制热的测试。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它10分钟的时间，看从零下24度能升到多少度。你好，小 P， 打开极速制热模式。极速升温模式打开了。然后我们手动将所有的空调出风口全部打开。一眨眼时间过去了大概5分钟左右啊，我们来用温枪打一下它的空调出风口，现在的温度呢是能来到39.8度。要知道车外现在是零下20多度，也就是说现在空调吹出来的热风跟外面的实际温度呢差值已经来到了50多度。好，10分钟到了，我们来看看车内现在温度是多少。你好，小 P， 现在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当前车内为7.5度。那也就是说啊，用时10分钟的时间呢，车内的温度提升了31.5度。那方向盘呢，也由刚才的零下来到了目前的13.1度。
那么你们觉得这台车的热效率怎么样呢？那我们这项测试模拟的工况呢，就是车辆在外面速冻一晚上，你第二天要用车前呢，需要提前多久把车辆的这个远程空调打开？那经过我们的实测啊，如果再给它算点冗余的量，那提前15分钟就是绰绰有余的能让车辆从一个冰窖变成比较舒适的暖房。没想到啊，第一次开小鹏 X9呢，居然是在东北的这种冰天雪地里啊。然后这台车呢，给我上手第一感觉就是，虽然它是一台5.3米多的车，但是我觉得还是蛮灵活的，并没有那种很强的大车感。这也可能是因为它有后轮转向这个功能，能让它整车的灵活度呢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那在东北开车啊，虽然说呢这条路已经是扫过雪了，但是你会发现路面上呢还是会有很多那种小的积雪压过以后呢，它会被压实，并且在这种积雪下面呢，还会有一层薄薄的冰面。所以说，在这种路况下开车呢，是非常考验驾驶者的一个技术的。那对于今天早上的测试科目来说呢，一边是有附着的路面，一边是冰面。那这种科目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是会经常碰到的。所以说，小鹏 X9 增程版呢，在这种路况下的一个优秀的表现，也是能够给到我们驾驶者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来东北试驾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在雪地林道里开车了，感觉每次开完以后呢，自己的车技都会提升不少。其实在这种没有清扫过雪的路段行驶呢，首先就是加速的过程中呢，油门一定要给的比较缓，千万不能给急。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积雪的厚度以及车辆的这个底盘的高度啊。那对于这台小鹏 X9 增程版来说呢，它是提供了空悬，所以说它的底盘最高呢是能够升高到185毫米，所以对于像现在的这种积雪路段来说呢，它也是不足为惧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往前行驶。那今天一天呢，我们深度试驾了这台小鹏 X9啊，说实话，确实有点打破我以前对新能源车在冬天的这种刻板印象了。那这台车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稳，你不管是方向给多还是油门给大，它都不会出现一个明显偏离的情况，基本上呢还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在往前行驶，给到我的一个安全感呢还是非常到位的。那除此之外呢，在爬坡的这个路面啊，我确实没有想到一台后驱车在冰面的爬坡居然能够做到这么稳定，这么快速的上去了。当然呢，我也要给大家传授一个小经验啊，就是在这种冰雪路面的爬坡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油门大它就上得快，反而呢，你油门给小一点，稳一点，车辆才有更大的一个抓地力，能够慢慢的往上行驶。那在硬核的场地测试科目，它的表现都是如此。那换到日常的驾驶来说，那更是轻轻松松。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次呢，我们没能对它进行续航和充电测试。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后期再借一台车出一份详细的报告。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对小鹏 X9 增程版的冰雪大考了。大家觉得它的表现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聊看。